云英，朕又来看你了，开门见一面好不好？回陛下，娘娘说她身子不适，谁也不见。连朕也不见，真是惯坏了你。救人！有人投湖了，快救人！方冉！陛下，别怕，有朕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陛下亲身入水救人，当真是情深意重。谢云英，她是你的亲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毒？我狠毒？朕是皇帝，朕想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，到底有什么错？若不是你心存不轨，走漏风声，张姐何至于去投湖？你就这样善妒，非得逼死她，你才甘心吗？既然你不配做这后宫之首，那就换人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立谢氏方冉为后，贵妃谢云英言行无状，居于父位。妹妹，接旨吧。妹妹，这次又是我赢了。谢家大小姐当真是京中典范，这般才学美貌，谁能比得了？那是谢家二小姐，唉，倒也是个美人，可惜比起她长姐，终究是逊了3分，性子也不讨喜。放开！救命！快来人啊！二小姐带你去瞧西岸宝贝，你喊什么？公子见谅，是我妹妹不识抬举，误会了公子的好意。长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云英，公子是一片赤诚，你怎可如此张扬？还不快向公子致谢见谅！谢家二小姐，可惜不如她长姐半点端庄。这水红色的衬方冉，天青色的也配方冉。娘，那我呢？哼，你身形不够苗条，举止更是粗鲁，这种娇颜色给你，白糟蹋了。穿我的旧衣，用这老颜色压压你的性子，这才是为你以后嫁人好。云英，你若是写不出，也不该抄我的旧作呀。长姐，这明明是我刚才……这诗我已写了多年，你如今拿出来交给大长公主，实在是敷衍。请公主恕罪，舍妹顽劣，竟拿臣女旧作冒充。好诗，谢家大小姐，你不愧是京中才女之首。哼，谢二小姐，莫要整日想这些投机取巧的歪心思。不是的，那是我才写的，小妹顽劣，还望大长公主恕罪。谢家长女谢方冉册封为东宫太子妃，谢家次女谢云英赐婚3皇子，贺其行。太好了，3皇子资质平庸，配云英这种不够好的丫头，倒是正好，省得她给谢家丢人。云英，你真美。我是个不讨喜的，婚事也比长姐差了一截，王爷不必。那些虚名算什么？无妨的，我也处处不如太子兄长。咱们在大宣朝，不都是旁人眼里的退而求其次吗？云英，在这府里，我心里最好的只有你。我懂，云英，我最懂了，那是他们没眼光，在我心里，永远只有云英你最好。我信了，在那一刻，我真的以为自己找到了这世间唯一的救赎。我不该信的。陛下，查清楚了，那日关于前太子妃的消息，并非从贵妃娘娘宫里传出的，娘娘确实没动过手。朕那日是气糊涂了，才给了他一巴掌。朕现在去，他定要给朕冷脸看。去谢家，请谢夫人进宫看望，就说贵妃身子不爽利，让当娘的来劝和劝和。娘娘，还有1个刻钟，就到出宫的时限了。谢夫人还没，她会来的。谢方冉在那儿，她怎么舍得早走？
母亲在那边聊得可尽兴。谢云英，你还有脸说？方冉都跟我说了，是你自己悍度不能容人，惹了陛下生气，才被贬做贵妃的。到手的后位妃了，你也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，怨不得旁人。母亲一进宫就去了长姐那儿吧，在那儿陪了她一整天，母女相见，想必是有说不完的话。方冉受了惊，我自然要多陪陪。这不是快该出宫了，才赶紧来看你的。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，你能嫁给陛下，如今还封了贵妃，那还不是托了方冉的福，才有了今日的造化？托她的福。再说了，长幼尊卑有序，当初要是先太子还在，这后位本来就该是方冉的，你如今还敢生怨？贵妃和王妃谁更尊贵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我怎么生出你这样蠢笨的女儿？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母亲该出宫了，送客。谢夫人，请吧，宫门快落锁了。看来岳母进宫走这一趟，爱妃心里快悦不少，终于舍得见朕了。陛下请入座，臣妃今日亲自为您布菜。好，好，难得见爱妃如此体贴。云英，这琴身凤眼是我亲手所点，只配你这独一无二的王妃。陛下还记得这琵琶吗？这是您送我的礼物。这琴身的凤凰是您亲手点睛的。爱妃这曲时弹的是不错，只是这指法标起皇后到底还是差了些火候。这样好的琵琶给你用倒是有些可惜了，若能给了皇后，才不算屈就。怎么不弹了？谢云英，你疯了！朕不过是说句实话，你竟心胸狭窄至此。是，我心胸狭窄得很。我原本想着和陛下到底做了多年夫妻，有过知心共情的时候，哪怕如今身份变了，这日子忍一忍磨一磨也不是不能过。如今才知，是我太高估了自己的心胸。在这宫里，我一刻也忍不下去。我不愿再做你的贵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深宫太窄，挤不下我，更挤不下你的长姐。我要出宫。出宫？谢云英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当这皇宫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宫墙深深，进来不易，出去更是难如登天。朕不答应，这天底下谁也不会放你离开。朕知道你在气头上，但这玩笑开得太大，你且在这宫里待着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等你四处碰壁，知道这外面的日子有多难过，自然会回来向朕低头。碰壁，头顶压着谢方冉，在那谢家大宅里日日碰壁，我也过了10几年了。贺七行，我早就碰习惯了，这堵墙拦不住我。俗话说，树挪死，人挪活。这门被他封了，我就再寻条路。娘娘，陛下那边事在人为，去寿康宫，臣妾给太后请安。你们谢家的姑娘，一个爬上了新皇的床，当了皇后，一个还嫌不够，又来哀家跟前凑什么近乎？臣妾知道长姐之事让太后怄得慌，臣妾不求别的，只想侍奉太后左右。哼，哀家看你们谢家人就心烦。太后，请上讲。你一直捂在怀里。冬日滴水成冰，鞋底子冷，臣妾先在怀里捂暖了，免得激着您的身子。你倒是个心思细的，和那个谢方冉确实不太一样。谢太后夸奖。都退下吧，哀家心里清楚，皇帝贬妻为妾，这事儿做的确实不妥当，难为你受了委屈。你这段时间伺候的用心是个好的，哀家既然开口了，你若是有什么想要的，或是受了什么气，就直接说吧。臣女想出宫，求太后成全，让臣女离了这红墙，与陛下今生永不相见。哀家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和你一样的事。你很幸运，你和皇帝还未有过孩子，身子还算干净利索。你比当年的哀家更心高气傲。可你要想清楚，皇宫是天下富贵之极，这条路只要走了，就不能再回头。你我这样的人在宫里熬下去，不会一直输，最后总会赢。谢太后教诲，
可臣女觉得输赢不重要，真心最要紧。若贺其行从未让我动过心，从未对我说过他理解我、懂我的苦楚，我也乐得抓住他那一点点愧疚。金尊玉贵的熬着，静静等着翻盘的时候，可他既然给过我真心，又亲手毁了它，这地方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。可是现在不成了，只要看到他的脸，听见他的声音，和他四目相对，我就直犯恶心，直从胃里往上冒酸水。罢了，你若当真下定决心，哀家成全你，哀家愿意帮你这一把。快起来吧，好孩子，这半生确实苦了你了。贵妃娘娘留步，陛下在坤宁宫等着您，让奴才请您即刻过去。爱妃，你来的正好，朕有个天大的喜讯要和你分享。皇后已经有了身孕，朕要做父亲了，你也要做姨母了。皇后方才还跟朕说，这宫里波诡云谲，她这一胎只放心交给自家亲姐妹照应，只放心交给你一个人照顾。放心，皇后娘娘还是不要放心的好。若真交给我照料，说不定哪天我就亲手端上一碗浓浓的红花，亲眼看着这孽种断送了性命。谢云英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那是朕的亲骨肉，是你的亲外甥。朕原以为你只是性子倔，没想到你心肠竟毒辣至此，连个未出世的孩子都容不下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谢云英，朕看你是鬼迷了心窍。就算你心地恶毒，极度方然，可稚子何辜？那是朕的亲骨肉，你竟然也下得去口咒骂？亲骨肉？陛下就这么笃定，这孩子真的是您的种？你胡说什么？这一句已经说得这样轻易，我原以为你还能再多撑些日子的。皇后娘娘，事到如今我已看明白了，直到我死，我大概都赢不了你。也是。郝云英，有个秘密你还不知道吧？当年你我出嫁之时，其实不光是先太子，就连你的好夫君三皇子也曾私下向陛下求娶过我。我这么好，名动京城，自然只有太子才堪配。至于你，你不过是剩下的。陛下为了安慰三皇子，退而求其次，这才选了你。打从一开始，贺其行心里就清楚，你不如我，他不如太子。如今他登基做了皇帝，自然要摘从前没摘下的明月，养过去不配养的牡丹。至于你，不过是喜新厌旧里的那个旧，是捧高踩低里的那个低。原来从一开始我就从未赢过什么。陛下吩咐了，贵妃的一举一动，哪怕是喝口茶、叹口气，也得如实上报。贺其行对我严防死守，这殿外日夜都有他的人盯着。倒是叫谢方然，连栽赃也栽不得了。陛下，寿康宫传出懿旨，太后娘娘要离宫了。离宫？太后要去哪儿？太后说，这宫里糟心事太多，她老人家住不下去，寒了心，要去九云山礼佛，说是要为先皇和先太子祈福。陛下背逆人伦，弃走嫡母，忤逆不孝。太后含冤离宫，天下寒心啊！陛下若不请回太后，何以平天下之愤？何以服万民之心？何以称人君？前朝那些老顽固，竟敢暗戳朕的脊梁骨，骂朕不似人君！
儿臣知错，儿臣不孝。九龙山路远艰辛，求母后看在儿臣面上宽恕这一回。皇帝既然知道不孝，那便让皇后陪着哀家一起去吧。方冉，她怀着身孕，让她在佛前向先太子告个罪，也替他肚里那个未出生的小皇子积点阴德。怎么，皇帝舍不得？母后，九阴山路途陡峭，且山上清苦，一去数月，方冉他受不得这种罪啊。那就看在皇帝眼里，是皇后的娇躯要紧，还是你这江山的名声要紧了？母后，方冉她怀着身孕，九灵山那种地方，她如何受得住？若是动了胎气，那可是皇家的嫡长子啊！母后，礼佛清苦，方冉身子不便，不如要贵妃谢云英相替，有她侍奉母后左右，儿臣心里才最放心。皇帝，你要想清楚，这一步踏出去，人选一旦定了，就再没回头的余地。你要好好选，若是选错了，一辈子都要后悔。就让谢云英去。这宫里长幼尊卑有序，这种替君分忧、侍奉尊长的事，本就是她身为嫔妃应该做的。朕既然要全了对母后的孝道，又要顾念皇后的身子，她是朕的爱妃，自然要替朕分担这一切。出来了，总算是出来了。进马了，快躲开！见过主子。这是太后娘娘交给您的。除了这5进的大宅子，外头还有上好的良田1000亩，铺子16间，庄子10个，遍布江南7省，足够主子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了。这些，怕是他老人家当年为自己准备的退路吧。太后选了留在宫里，成了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却还是愿意腾出手来成全我。云英姐，我从京里给您带信来了。难为你这两头跑，御前当差本就辛苦，还要替太后和我传递消息。不辛苦，姑母说了，成全您就是成全当年的她自己。她老人家在宫里盯着呢，谢方冉那肚子一天天大了，好戏快开场了。陛下，老臣辅佐3朝，终究是瞒不住良心。皇后娘娘这身孕，这月份实在是对不上啊！一派胡言！你是说朕的皇后秽乱后宫，还是说朕连自己的骨肉都分不清楚？老臣死罪，可这卖相骗不了人，请陛下明察。拖下去，处斩！朕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荒谬之言。太后，京里回患了，太医被处置了，但陛下已经起了疑心。疑心好啊，疑心一旦生了，那便是一颗吞心的毒草。算算时间，云英那孩子该死了。传信给京城，就说贵妃登山经马坠入崖底，生死难料。是，太后可还要加点别的？顺便让底下人不经意透个风给皇帝，
就说金马前有人看见坤宁宫的人在路边鬼鬼祟祟。陛下，九云山急报，太后娘娘传信，贵妃娘娘在登山途中车驾惊了，连人带车翻进了万丈深渊。你说什么？谁惊的马？送信的人说，在马受惊前，好像瞧见了皇后娘娘派去贴身伺候贵妃的几个宫人。谢方冉要做皇后，那是贺渠行自己没眼光。可他若想认一个侍卫的孩子做大宣的嫡长子，那就是皇家的事，是天下的事。哀家绝容不下这等混淆血脉的安杂东西。哀家原只是随手布下一局，想放那孩子自由，却没料到这效果竟比哀家想的还要好，好的能逼疯那个蠢货。陛下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瞧您这脸色，被母后的急信吓着了。方冉，你听听，九云山那边传回信儿来了，说云英在那边登山时惊了马，连人带车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崖底，说是人没了。哎呀，真是笑得臣妾肚子疼。谢云英她还没演够吗？朕也觉得他这招实在不灵。想来是这些日子，陛下只顾着爱护臣妾和腹中的孩儿，没工夫搭理他。他那种木讷性子，从未和人争过宠，更没使过什么勾引男人的小性子。这一朝看臣妾当了皇后，他坐不住了，动起手来想博取陛下的怜悯。可这手段又是惊马又是坠崖，这种假死的戏码，也就他那种蠢货才想得出来。哼，当真是一出逗人刷笑的闹剧。陛下莫理他，谅他几天，他自然就灰头土脸的从哪个山旮旯里钻出来了。是啊，他在闹性子，他一定会出来的。贵妃呢？贵妃在哪个车架里？朕问你们话呢。谢云英是不是躲在后面，想给朕个惊喜？母后，您这是……原本这天底下并没有尊长替小辈挂孝的道理。哼，可怜见的孩子，没人心疼，哀家疼。母后，您别跟着他一起胡闹，他谢云英最擅长这一套，一定是他求您陪他演出戏。皇帝，你以为哀家是你那个皇后吗？嘴里没句真话。哀家活到这个岁数，难道会陪着贵妃拿命来诓你不成？这是贵妃车厢的。陛下，这儿有马的碎骨。这不可能，这只是手传。人呢？朕要见的是谢云英，哪怕是一片衣角也行。朕问你们人呢？人呢？你在这一带打猎，
可曾见过跌下崖的女子？这位大人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肯定是活不了的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大人，这山里野兽多，马体格大，骨架子粗，野兽啃完了还能剩下些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可这人嘛，骨架子细，皮肉又娇嫩，你们来的这么晚，早该被啃干净了，在这崖底找不捡什么的。回陛下，山民说崖底林密，寻找不易。好，找不见是吧？传朕旨意，围山，调禁军过来，杀光这山里所有的野兽。陛下，这山中猛兽千万，朕不管。杀！给朕开膛破肚的找！朕一定要找到云英的残骨！谁敢放走一头畜生，朕要他的脑袋！找！给朕把他剖开！陛下，危险！云英的东西一定在里面！陛下，快护驾！这是朕亲手替云英去庙里求来的，大和尚说能保平安。陛下，您能说您该服药了？朕系在他手腕上的时候，跟他说往后一生顺累，再无风雨。云英最听朕的话，他肯定没死，他只是在生朕的气。清醒了吗？母后，云英没死。人都找不到了，你现在在这儿发什么疯？当初贬他离宫，逼他登山的时候，你何曾像现在这样在意过他的一根头发？清醒点吧，他下辈子离了你，才是真的无风无雨。人都找不到了，你才来这里发疯给谁看？你娘生前常哭诉先皇无情，如今哀家瞧着，你才是最像先皇的那一个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儿臣不是，儿臣只是想接她回家。你是大宣的皇帝，不是当初那个可以只顾儿女情长的闲散王爷。你在这深山老林里发疯的时候，何曾想过满山生灵？何曾想过京城里那满朝文武？京城急报，800里加急！陛下，太后娘娘宫里出事了，皇后娘娘跌了一跤，说是受了惊吓，如今早产了。早产？这个时候早产倒是巧得很。早产？太医怎么说？皇后现在如何？备马，给朕备马！陛下，您的伤！备马，朕要立刻回京。陛下，马，快给朕换马！皇后呢？在里头。稳婆说凶险万分。怀里是什么？
给朕看看。陛下，这小皇子生下来就没气儿了，皇后娘娘伤心过度，怕冲撞了龙体，命奴婢赶紧处理了。陛下不可！足月。夫人近日觉得胃里翻江倒海，茶饭不息，并非是您先前担心的水土不服，亦不是肠胃不协。那是为何？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您这是有喜了，已2月有余。贺其行的主，这种孽缘该断了吗？那是贺其行的骨肉，更是我的命。我要留下他，在这个世上，他是我唯一的骨血。我会非常非常爱你，我绝不会拿你和任何人相比，不会像那些人对我一样，一次次磨损你的真心和傲骨。我希望你也会非常爱我，不拿我跟任何人比较。阿妈要努力，做你心里最好的母亲。云英姐，经理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慢点说。那个谢方然生下的男婴被陛下亲手截住了，太医查了，那月份根本对不上，不光不是陛下的，往前再查，也绝不可能是先太子的。太后娘娘发了雷霆之怒，在朝堂后宫公开申斥。谢氏女胆大包天，以此野种欺瞒君父，简直是皇家之耻，天下之耻！废去谢氏皇后之位，鸩九、白灵，你自己选一个上路，别让哀家亲自动手，脏了这大宣的皇室血脉。陛下，臣妾是一时糊涂，臣妾是为了保住谢家，保住您的颜面啊！陛下救我！母后，不能杀他，朕绝不准任何人动他一根汗毛。这种秽乱后宫的淫妇，你还要护着？贺其行，你疯了吗？是，朕是疯了。她是朕年少时求而不得的明月，是朕心里唯一的干净地儿。纵然明月有缺，只要能揽她入怀，朕这辈子就知足了。滚！带着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滚出哀家的视线，哀家多看你们一眼都觉得恶心。站住！见朕为何要逃？朕认得你，你是皇后宫里的2等宫女。妹妹此次陪母后礼佛，山高路远，本宫实在放心不下。这几个都是得力的，一并塞进队伍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你是礼佛队伍里回来的？朕问你，贵妃坠崖时你就在跟前，那是何处？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形？陛下饶命！当真不关奴婢的事，更不关皇后娘娘的事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皇后？这事跟皇后有什么关系？那日出发前，皇后娘娘只交代奴婢，要奴婢在路上盯着贵妃的一举一动，伺机多给贵妃找点麻烦，杀她的锐气。可奴婢也不知道，贵妃的马车怎么就突然惊了，怎么就掉下悬崖去了呀？陛下，您听臣妾解释，臣妾只是直到我死，我大概都赢不了你；直到他死，他都赢不了我。那人死之后呢？阿恒，这字写的要有风管，更要有恒心。阿妈给你取名谢恒，
就是怕你行事待人总有一颗不变的恒心。阿妈，邻居大娘问起爹爹，我也按您教的说，咱们是京城来的，爹爹是个早亡的教书先生。没错，咱们就是京城来的寡妇人家。活人争得过死人吗？如今的我不就是个死人？妙哉！二小姐在术数运算天文地理上当真是极有天分，一点即透。大小姐，你却有些懈怠了，功课全然不入心，该向你妹妹多学学。商人低贱，我们方然以后是要母仪天下的，学这些有什么用？他学不进去，那是他看不上这些安凹东西。谢云英，你不好好学着你长姐的端庄贤寿，偏在这些歪门邪道上用心，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歪门邪道吗？谢方冉看不上的，如今倒成了我的救命稻草。夫人，这10几间商铺上个月的营收已经核算清楚了。谢方冉当初说商人低贱，瞧不上的这些营生，如今倒叫我做得风生水起。云英姐，我还记得起初那几年，姑母总是变着法儿的从宫里挑最好的贡品、珍玩，还有白银黄金往这儿送，就怕你在外面受苦。谁能想到，这才几年功夫，竟然反过来了。如今反倒是你要打发我这一箱箱的往京城送东西节气。太后在宫里日子也不好过吧？别提了，宫里都快乱成一锅粥了。贺其行那是赶鸭子上架做的皇帝，这皇位他根本坐不稳。他还是那样。前朝那些大臣他压不住，后宫里的莺莺燕燕他也理不清。成日里焦头烂额，他想治理天下，可说句大不敬的话，他真是无能为力。所以天下就开始乱了。是啊，这几年国库空虚的厉害，南边要修河治水，北边要抵御外敌，再加上这2年灾荒不断，到处都要赈济灾民，甚至连山里的匪患都清剿不干净。因为没钱。没错，哪里的钱都不够用，哪怕把贺其行逼死也变不出银子来。如今只能先苦一苦后宫，连太后那边的用度都缩减了。哼，那谢方冉呢？他日子更不好过，前阵子刚被废了皇后位，彻底打入了冷宫。想当年贺其行顶着满朝文武的压力非要立他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如今这江山一乱，他倒是变脸变得快，只能狠狠打自己的脸，把人丢进冷宫不闻不问了。他贺其行最擅长的不就是权衡利弊、自打嘴巴吗？不过他最近又纳了不少妃嫔。太后娘娘的侄女传出信儿来说，现在最得宠的那一个长得……那女子长着张与您8分相似的脸，大家都说她是想您想疯了。哎呦，云英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病了？臣原以为您听了这些，多多少少会有点感动的。毕竟她现在贵为天子，却还在找您的影子。小统领，我问你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有过心上人吗？或者说，你成过亲没？说来惭愧，家里确实给我相看了几个，可总也说不到一块去，到现在也没成。你都已经是堂堂禁军统领了，这战场上杀敌利索，怎么对这姑娘家就这般木讷？小统领，你不懂姑娘们的心。贺其行找个替代品在宫里宠着，这种事儿感动不了我，只能感动他自己。夫人的话，臣记下了。这些东西，臣一定亲手送到姑母手中，这就回京复命。这是阿妈写的诗，一定要临摹的最好才行。阿妈，您这次去宿州进货，能不能带上阿恒？宿州路远，阿妈是去办正经事，你去做甚？我想去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。行吧，既然你想去，那就带上你。
夫人放心，我们不伤人性命，只想劫些粮食。村里不是寨子里的大家吃不饱饭，有几个月没见过粮了，这才出此下策。我们拿了粮食就走，绝不为难夫人。夫人为何一直盯着我看？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眼熟，实在是太眼熟了。这张脸，即便沾了胡子，我也不会认错。贺池州，这不是死了好几年的先太子吗？杀！一个活口都不留！大哥，这江山你做不得，还是去陪父皇吧。贺池州在哪儿？说出他的下落，哀家留你个全尸！贺池州，他早就死透了！我亲眼看见他身中数刀，断了气，尸体被我踢进江里喂了鱼。母后，您别等了。结果了他。扶三皇子登基。原来他竟然没死。夫人莫怪，我这一身模样确实粗鲁。几年前我被村里人从下游救起时，已是气若游丝，以往的事情全都不记得了。我本在村里做个教书先生，可如今天下大乱，大家实在没饭吃了，这才带他们出来寻条生路。夫人，若非实在活不下去，绝不敢惊扰车驾。哼，你们这些流民也敢打劫夫人的商队？宿州州官巨贪，克扣了朝廷拨下的所有赈灾粮。如今天下越发乱了，村里人饿得奄奄一息。我这做先生的，总不能看着他们活生生饿死。这是我的第一桩生意，也是这群孩子的命。我的粮可不是那么好拿的。不关他们的事儿，是我这做先生的无能，要抓我。夫人，这种劫道的匪类，要不要立刻报官，送进宿州大牢？宿州官府如今是个什么地方，你们不清楚。报了官，这几个孩子还有命在，分出3车粮食，给他们带回村里去吧。多谢夫人救命之恩，谢夫人赏饭吃。夫人的大恩，在下没齿难忘。若日后有能效劳之处，不白送。夫人厚德，这3车粮是全村的命，不知夫人要如何让在下报答？我说了，这粮不白送。你们这位贺先生长得很像我死去的夫君，这几车粮就用他来抵吧。这，夫人请自重。在下虽是落魄教书匠，却也知男女大防。抵债而已。先生想哪儿去了？太后待我有大恩，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的亲儿子在这深山里继续当劫匪。若放他走了，太后余生面是都要活在悲痛。这孩子，夫人，难道这孩子是？他叫阿恒。阿妈，这位伯伯长得跟我也很像呢。娘亲，贺先生就是那个从来没看过我，也没疼过阿妈的坏爹爹吗？阿妈说你早就不在了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？什么？丢下你们跑了？我什么时候？既然他现在还活着，那阿妈以后是不是就要跟他走了？我不要这个爹爹。夫人，既然这故人死而复生，为了免去后患，不如让兄弟们帮帮忙，让他彻底消失。贺齐行治国无方，天下大乱，若让真正的太子回归，这一切乱局是不是就能解？他不是，不过也可以是。不可以，夫人，这种血脉亲缘的事情怎么能说也可以？把他带上马车，那些学生
再给他们2车粮食，让他们闭嘴回村。你这是强抢！夫人，你是要做土匪吗？先生教书教傻了，在这乱世，谁有粮谁就是天。夫人，你现在能把话说清楚了吧？那孩子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让阿恒认你做亲爹，不过是情势所迫下的玩笑话，先生不必当真。但你的身份不是玩笑，你本名贺池州，是大宣朝名正言顺的先太子。先太子？可你说我已经死了。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。如今坐在龙椅上的是你的三弟贺齐行，可他并不是一个能坐稳江山的明君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州官巨贪，流民四起，这些你在村子里应该深有体会。是，村子里的人连树皮都要吃光了。太后年纪大了，我不忍心看她老人家在京城为了贺齐行闯下的乱案子焦头烂额。送你回京，各归其位，各司其职。这不仅是救太后，也是救这天下最稳妥的一条路。皇帝，那是个什么好差事吗？我失忆这几年，只觉得教书虽然清贫，却也自在。你刚才说我在京城娶过妻，是，娶的是谢家的嫡长女。既然是谢家的女儿，那为什么不是你？这里要炖一下，再轻轻起来。知道了，贺先生。这首诗意境深远，虽有哀婉，却风骨峥嵘。是你写的？随手涂鸦，让先生见笑了。奇怪，我总觉得这诗风骨清奇，不像是寻常女子所作。云英，若我当年读过的是你的诗，而不是旁人的，我想，我应当会喜欢你。当年谢方冉拿走我的诗，骗长公主说是她幼时写的，靠着那首诗嫁给了贺池州。先生说笑了，世间诸事大多阴差阳错。他毕竟曾是谢方冉的夫君，哪怕现在失了忆，谁能保证他以后不会想起来？我当年在三皇子府也曾这样对贺齐行敞开心扉，换来的却是更深的羞辱。我不愿再将愈合的伤口撕开了，把谢家的那些龌龊、谢方冉的虚伪一一道来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上次我这么做，输得太彻底，彻底到连尊严都丢了。这辈子我只信自己，不信人心。先生准备一下吧，这2日我们要启程了。去京城吗？去拿回属于你，也属于我的东西。起兵造反这件事，倒没我想象中那么难。夫人说笑了，您出钱出粮，殿下又带着那张先太子的脸死而复生，这天下谁不对宫里那位积怨已久？是太子殿下，殿下当年南巡屈死，老天开眼，竟让殿下回来了。贺齐行昏庸无能，国库空虚，老子早就不想给他卖命了，跟着殿下杀进京城，夺一个从龙之功。此处地势险要，若我们兵分2路，不出3日，敌军自会溃败。宿州到此的粮道已经通了，沿途心中有鬼的官员都被我用银子砸开了路，谁也不敢拦。夫人放心，后备粮草充足，那些人际往来的暗雷，咱们都替殿下趟平了。这些多亏了你，若非你心思缜密，前方打得再顺，后方也早乱了。贺齐行登基后不思进取，几乎没有还手之力，我们要快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云英姐，总算截住你们了。太后让你来的。宫里那位已经快疯了，太后娘娘算准了你们杀到京城的时间，让我务必把这封信交到你手里。姑母在信里问你意欲何为，她已经猜到背后出钱出粮的人是你。太后精明一世，我打了先太子的旗号进京，她怎么会猜不到？那毕竟是她梦里见过无数回的人，每每惊醒，她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，生怕白欢喜一场。小统领，你给太后娘娘带句话，就说再过1月就是她的生辰了。夫人的意思是？云英不孝，特意给她老人家备了份厚重的寿礼，到那时请她亲自登上城楼看看，看看这份礼是否合她的心意。若姑母在城台上当认出那是大皇兄，臣
愿为殿下亲手打开城门，恭迎太子归位。贺其行，你的生辰礼我也替你备好了。母后，那逆贼打着大凶的旗号，竟敢蛊惑军心，你快当众驳斥他，说他是冒名顶替的伪太子。母后，您说话呀！告诉这些将士，那人是假的。天杀的，那是哀家的亲生儿子，哀家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哀家一看就知道。池州，我的儿啊！母后，您糊涂了，他若是大凶，儿臣算什么？世上只有母亲不会认错自己的孩子。开城门，迎太子归位。他为何停下？殿下，这道城门，我曾拼死逃离，如今竟与他一同归来。云英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先太子贺池州当年并非亡故，而是受了重伤，一直在江南秘密养病。这几年，三皇子贺其行感念兄弟情深，对长兄忠心耿耿，这才主动暂代帝位以稳朝局。如今太子归位，这江山自然当完璧归赵。儿臣为皇兄马首是瞻。你们瞧瞧，这位三殿下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？是啊，先是顶着压力立谢方冉为后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后来又随随便便废了。何止如此，他沉迷后宫，对天下大事一窍不通。若非太子殿下归来，这江山迟早要败在他手里。本来还以为要有一场血战，可谁成想，朝中上下竟没几个肯为他说话的。那是他自己做的，德不配位，必有余殃。谢夫人，一切比想象中还要顺利。贺其行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死忠班底。那是自然，这些年他除了会立后废后，还会什么？朝臣们对他立皇后又废弃的行为极其反感，再加上他在朝政上的无能为力，大家都巴不得换主子呢。自古地位更替，哪有不兵戎相见的？可他太弱了，弱到连一个为他拼命的人都找不出来。母后，儿臣全都想起来了。安州港的大火，二弟的背叛，还有在江南那些日子。想起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天可怜见，哀家的池州终于回来了。当真是陛下回来了，先太子贺池州真的没死。是，万岁爷请谢大小姐前去相见。好妹妹，你费尽心思把那死鬼弄回来，难不成是想给本宫一个惊喜？长姐在冷宫待了这么久，这件凤袍倒还舍不得脱。本宫是先太子妃，如今她登基，本宫自然是正位中宫。谢云英，这一局最后还是我赢了。本宫真该好好谢谢你，谢云英，谢谢你亲手把陛下送回本宫身边，又让本宫稳定地做回这大宣的皇后。陛下，您可算回来了！臣妾这些年过得好苦啊！当初您过世，贺其行那个畜生仗着权势强娶臣妾，臣妾为了保住谢家，日日以泪里面受尽了委屈苦楚。陛下，您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谁允许你穿皇后服制的？压下去，摘去他的凤冠，剥去这身凤袍，去换一身罪人该穿的衣裳。陛下，您说什么？我是您的发妻，我是谢方冉啊！谢云英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在这使了什么狐媚子手段？臣妾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不能这样对我！陛下，他一定是嫉恨臣妾，嫉恨臣妾从小比他出色，嫉恨臣妾是皇后，所以他才处心积虑把自己做的恶全都栽在臣妾头上。陛下，您与臣妾曾是结发夫妻，您最了解臣妾的为人，你不会真的信他吧？嫉恨你，果真如此吗？既然你要把话说清楚，那倒是给朕说一说，当年朕南巡时的路线图，除了父皇，只有你最清楚。父皇若是当真要害我，一道圣旨废了朕的太子位便是，何须如此大费周章？那么二弟又是从谁口中得知出事那日朕的船会停在安州港？又是谁引得数百名刀斧手伏击？谢方冉，你不会又要告诉朕这件事不是你做的，而是你的好妹妹谢云逸吧？
外人都道你在东宫荣宠无极，可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大婚9阵就看出你这副面孔下全是谎言，谎话连篇，心胸狭窄，你根本不是传闻中那个完美的谢大小姐。方然，你我之间不必再演这些戏码。朕今日把话挑明，若朕有登基之日，这中宫皇后的位置绝不会由你来做。所以，当二皇子派人联络你，许诺事成之后立你为后室，你动心了，对吗？你一咬牙，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后而走险，将朕南巡的路线图透给了他。长姐，机关算尽，可你算漏了一件事。你以为太子亡故，二皇子就能赢，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的，竟然是那个平庸无能、你从来没放在眼里的三皇子贺齐行。还有我，那个从小到大一直做你垫脚石的亲妹妹。把这倒胃口的东西拖远些，关进天牢，无令不得探视。既然陛下与太后已然团聚，京中局势已定，云英功德圆满，这便告退了。云英，你可愿意做朕的皇后？朕知道阿恒的身世，但朕答应你，朕会将阿恒视若亲子。这大玄未来的储君之位一定是他的。陛下，您在说什么胡话？我是谢家的二女儿，是曾经被您废弃过。你说事实阴差阳错，可朕在江南失忆时读过阿恒手里那些诗稿。朕当年在京城初见这首诗时，就对那写诗人动了心。原来那诗是你写的。一去经年，哪怕朕忘了前尘，再读此诗，此心依旧。这一回，朕不想再错过了。不过是一首诗罢了，笔端流露的终究只是情怀。可朕等了这许多年，陛下当年错过，如今回归正位，对那旧梦难免耿耿于怀。可您如今天下归心，富有四海，总会得到更合心意的佳人。云英所求，并非江山为凭，而是能被一个人视作唯一的选择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陛下可知，当年贺齐行尚未登基时，也曾这样对我说过。他说，云英在他心中永远是最好。人心易变，在这世道，男人权柄在握，可以一直赢，可女子把真心交付出去，却太容易输了。好了，既然云英心意已决，池州你就莫要再强求。念吧。奉太后口谕，谢氏云英护驾有功，特任领为义女，赐号昭华公主。其子谢恒册封为安南侯，世袭往敕。良田千顷，另有金珠珍玩20箱，苏朝蜀缎100匹。云英，老三，贺齐行，他一直在闹着要见你最后一面。到底夫妻一场，在你回江南离京前，带上阿恒去看看他吧。云英，你这曲调弹得真像江南。我生母出身江南，弥留之际，嘴里哼的就是这种调子。最后一块快了，一人一半，咱们两个一辈子不分开。云英，这孩子，他是朕的，他竟然是朕的孩子！王爷，谢方冉被打进冷宫后，买通了府里的厨子，您服下的绝子药量极重，此生断无再有子嗣的可能了。绝子药，第一个孩子竟然是朕这辈子唯一的孩子。贺齐行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要见的人。别走，哪怕是骗我也好，就这样别动，别让这景象碎了。离开的时候到了。云英，放手。云英，别走。我好想回到从前，回到我还没做皇帝的时候，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，不是吗？这几年我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梦里我违背了所有的诺言，梦见你丢下我一个人躺在九灵山那处冰冷又漆黑的崖底。云英，你既然回来了，你能不能叫醒我？你带我回到从前，让我别再做这个噩梦了，好不好？可是贺齐行，你从来不曾坚定地选择过我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是你的退而求其次。你既然从未坚定地选择过我，就算真的回到了那时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无非是再伤我一次。原来你才是我爹。
长辈们都说儿子像爹，看来我得更努力些，绝不能像你。阿恒，你又让阿嬷伤心难过了。阿嬷说，过去的人就该留在过去。既然你活着只会让他哭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这扇门锁住了贺其行，也锁住了那些我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从此深埋不见。见过昭华公主，见过小侯爷。统领大人久透了，不碍事。末将接到陛下和姑母的死命令，一定要稳当的护送公主和小侯爷回江南去。阿妈，江南的白梨糕是不是比京城的更好吃？是啊，那里的天更阔，风更清，